我终于登上了江南第一先锋道家无双福地三清山。有粉丝说阿波，你敢不敢挑战爬一次江西的三清山？你们有没有见过三清山的巨蟒峰？有没有见过三清山的东方美人？很多来过三清山的人都没有登上过山顶的三清宫，据说里面还有一尊魁星点斗。马上就要中考高考了，希望所有看到它的人，你们的孩子都能够金榜题名。今天阿波就带你们登上三清山，走吧！我们现在开始要准备上缆车了。这个季节呢，来三清山就有一个好处，人特别少，而且风景呢也非常的漂亮。我们现在已经下缆车了，下了缆车之后呢，你会发现这里有一幅巨大的三清山的地图，那么上面写了两个地方：东方女神跟巨蟒出山，这就是三清山最精彩的地方。沿着这条路往前走，就能够抵达东方女神跟巨蟒出山了。那么先带你们去大饱眼福。这边上来以后呢，会有一条栈道叫巨蟒栈道，全长呢是1.2公里。从这个栈道往前走啊，就能够抵达巨蟒峰的观景平台了。那里就能够看到整个巨蟒峰的全景，非常的壮观。在巨蟒栈道的边上啊，竟然还有这么大一个铃铛。因为三清山呢是天下无双福地，江南第一先锋，所以很多人来到三清山呢，都希望能够实现自己内心的美好的愿望。在这里呢，阿波也给大家敲三下，希望大家听到钟声都能够终身平安，阖家幸福，早日实现你们内心的所求所愿。我们继续往前走。我们现在大概已经登上了三清山海拔1300米左右的高度。你们快往这里看，哇，群峦叠嶂，真的是太美了。这边的山岩呢是一层比一层高，一层比一层高，就像爬楼梯一样，所以它也被称之为步步高升。大家可以打成4个字：步步高升。希望你们的孩子、老公的事业都能够步步高升。这边的景色，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？有点像黄山的景色，因为三清山据说啊跟黄山是同样一个山脉，所以它的岩石呢也是花岗岩，上面也是长了很多的松树。大家再往那里看。那里呢就是巨蟒峰了，哇，真的是很像一条巨大的眼镜王蛇。我们现在呢就带大家一起走到巨蟒峰的观景平台，去看看这个巨蟒峰究竟有多壮观。走吧，走到这个位置再看巨蟒峰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它一点都不像蛇，反而呢像一只巨大的骆驼。本来像蛇的部分呢，它变成了骆驼的头，后面的一座、2座山峰形成了骆驼的驼峰，整体看就是一只巨大的但是又很瘦的骆驼。那么我们在哪个角度能够看到巨蟒峰更加的像一只巨蟒呢？走到前面巨蟒峰平台就能够看见了。那么继续往前走，我们现在终于上来了。这里看到没有，就是巨蟒峰了，是不是很像一条巨大的蟒蛇？它的高度呢是128米，最细的地方仅仅只有7米，头大腰细，仿佛呀随时随地就会倾倒一样。就是这么一道山峰，在2017年的时候，竟然有3个人攀上去了，这也是人类首次攀上巨蟒峰的峰顶。但是他们攀上去之后呢，给巨蟒峰带来了永远没有办法抚平的伤痛，因为他们在攀岩的时候，在巨蟒峰上打下了26颗钉子。也是因为这26颗钉子，这3个人被处罚600万人民币。这钉子一旦拔出来，据专家说，很有可能会对巨蟒峰造成岩体破裂的伤害。一旦岩体破裂，巨蟒峰随时有可能会坍塌，将不复存在。但是关于巨蟒峰呢，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。传说呢，巨蟒峰呀，它以前是山下的一个樵夫所画，这个樵夫呢爱上了王母娘娘的第23个女儿，他们在相恋的过程当中被王母娘娘发现了，但是那个时候人跟仙是不能够谈恋爱的。王母娘娘为了考验樵夫呢，就将他在这里化作一道岩石来守护三清山，等到时间成熟的时候，便可将他的女儿继续相爱。但是没想到2017年的时候，就当这个樵夫要修炼成功的时候，来了3个人，咔咔钉了26颗钉子，让他打回了原形。你们说这是不是王母娘娘故意派来的，来考验他？现在呢，我们就到巨蟒峰的后面去看一看世界上最高的东方美人的巨石。它的观景平台刚好是1314米，也祝愿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够一生一世。走吧，这就是跟巨蟒相爱的女神峰。
传说呢，她是王母娘娘的第23个女儿瑶姬所画。大家看看她的形象啊，真的是宛如一位漂亮的少女在等待她的情儿郎，真的太形象了。而且这个发型啊，真的非常的现代。关键她还被世界吉尼斯认证为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女神峰。你们到这里来看，女神的头、脖子、身体清晰可见。下面的那块岩石呢，还有一道大大的裂缝，仿佛呀就是女神所穿衣服的衣襟，真的是太形象了。在她的前面，竟然还有一棵松树，就像是女神心爱的小花一样。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。来到三清山的话，走到这个位置一定要仔细看了。这里呢可以看到东方女神望着对面的巨蟒峰，而且还能够看到万户朝天。在一个平台能够看到3处美景，这个地方非常适合打卡拍照。我们现在呢，沿着这里继续往前走，带你们到三清山非常知名的三清宫去看一看。这边走过去大概要将近2个半小时左右。出发！小伙子太有精力了。我们现在已经登上了三清山大概海拔1500米左右的位置。哇，天气变化真的很大，有点冷，而且风特别大。所以你们以后在登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备一件比较薄的外套，以防万一。我们现在从这个山谷当中穿过去啊，前面再走大概1个多小时就能够抵达三清宫了。带你们来看一看这边的景色，哇，真的是太壮观了。这里呢，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万户朝天的背面的另外一个景色。看看下面，云雾缭绕，宛如仙境一般，真不愧是江南第一仙峰。这里呢就是玉皇顶了，也叫做玉皇顶。传说呢是玉皇大帝在此封关的地方。你们看，左边一棵树跟右边的一棵树组成了一道天然的门洞。带你们进来看一看，这里呢还能够看得到三清山的3龙出海美景。赶紧上来！哇，刚刚还是晴天，上来之后啥也看不见了，烟雾缭绕，仙气弥漫。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处最高的岩石？这个呢就是一柱擎天，也叫独秀峰。它边上呢其实还有2处岩石，也是高耸入云的。这就是呢著名的3龙出海。传说呢，玉皇大帝在封关的时候，东海龙王的3个儿子也想接受封禅，就来到了三清山，探出了自己的脑袋，也想让玉皇大帝给他们封个一官半职。所以来到三清山旅游的时候，如果想看到风景啊，真的要凭运气，因为下一秒你根本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左边这里呢，就是巨蟒峰了。这个角度看巨蟒峰啊，也是显得更加的神秘，而且观景的角度也会更好一些。独自呢在山谷当中等待着东方女神跟他结为夫妻。所以三清山不仅有仙，而且三清山还有爱情。不知道是不是东方女神跟巨蟒峰的爱情感动了上天，爬三清山的时候居然下起了大雨。来，你们看那里，这就是神仙指路了。不管前面的雨再大，风再大，神仙告诉你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继续出发。在三清山真的是处处有惊喜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下一秒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美景。我的身后这里是云雾弥漫，连山体都很难看得清楚，但是我的前方视野特别的开阔，云开雾散，感觉像出现了云海一样。三清山真的不愧是江南第一仙峰，这里真的是太仙了，哇，景色太美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三清宫了，这里的海拔是1523米。看到我的身后牌坊上写了3个字三清宫。在三清宫的上方有一个石头刻的葫芦，这个葫芦呢其实也是代表福跟禄的意思，也希望大家能够有福有禄。边上这里呢写了3个字叫排云桥。排云桥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三清山被称为江南第一仙峰，所以呢这里是居住神仙的地方。据传说，神仙出门都是腾云驾雾，排云桥就相当于是神仙的停车场。进入三清宫，他们要把自己的云朵停在这个位置。那么进来以后呢，大家会看到我的左手边这一位呢就是魁星了。传说魁星点斗，马上就要高考跟中考了，也希望你们的孩子见到魁星能够金榜题名，考上一个好成绩。大家可以打出4个字：金榜题名。在魁星的对面，这一位呢就很少有人认识他了，他呢叫做王灵官。王灵官是正法无情，你在进入道观之前，王灵官在这守着，看你是好人还是坏人。是坏人的话，
你懂的。如果是个好人的话，就请往里面走。我们现在呢，就从这里带你们到三清宫里面去看一看。三清宫呢，到现在的历史大概有860多年了。据传说呢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三清宫，它是明代的时候朱允炆来进行重建的。这边呢，就是三清宫的焚金炉了，到现在还在使用着。尤其是这里的雕刻，你看栩栩如生，真佩服古人，用这样的花岗岩雕刻出如此精美的图案。那三清山为什么要叫三清山呢？因为三清山是道家仙山，由真人葛洪创立。他在这里修道期间，发现这里宛如道教的三清居住的3座仙山一样，于是把这里命名为三清山。三清呢，分别指的是玉清元始天尊、太清道德天尊、上清灵宝天尊。这可是我们中国的本土宗教，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没有听过，真的是太遗憾了。三清大殿里面呢，它的石柱上面有一副对联，意味深长，带你们来看一看。这副对联的上联呢，写的是“三天无极，存道气于玉清、上清、太清”。下联呢，写的是“一统大明，助祚皇于百世、千世、万世”。这副对联呢，据传说呢，是当时朱允炆留在这里的。那么朱允炆当时被朱棣得了皇位之后啊，非常的生气，想要复仇。于是呢，太上老君啊就给他托了个梦，称明成祖朱棣把国家治理得很好，老百姓呢也很安定，为什么还要再起纷争呢？后来朱允炆呀就向老百姓打听，果然如此。从此呢，他就打消了复仇的念头，于是呢写下了刚刚看到的那一副对联：在三清山安于悟道修身。但是你来到三清山的三清宫门口，你会发现这里呢有一个水池，水池里面呢还雕刻了一条龙。据传言呢，这条龙啊就代表着朱棣。朱允炆呢非常的恨他，希望他晴天受到日晒，雨天呢受到水淹。哎呀妈呀，我不能够站在朱棣的头上啊！我们现在呢已经从那条路下来了，也是很多人的上山路。那条路呢非常的辛苦。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平台上要往下走，到那个云雾缭绕的地方，那就是乘坐缆车的地方。今天坐缆车呀，估计会穿过云海。三清山啊，值得你过来打卡一次，真的非常的漂亮，很美。说不定啊，你也会像我一样幸运，能够看到这么美的景色跟云海。建议大家可以从金沙索道上山，这样会省很多的力气。关注阿波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